就在8年前的这个月，我就站在这间房间里，展望着这个地区的国家能够驱逐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彻底消灭他们，并在世界上最自豪、最繁荣、最成功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个现代化和正在崛起的中东的领导者，太激动人心了，太激动人心了。穆罕默德，你晚上睡觉吗？你睡得着吗？想想看，他工作做得太棒了，他像我们有些人一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思考着我该如何做得更好，整夜都是如此。那些不辗转反侧的人，才是永远无法带你到达应许之地的人，不是吗？但你确实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的确如此。批评人士曾怀疑你所做的事情是否可能实现，但在过去8年中，沙特阿拉伯已经向批评人士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完全错了。在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使是这些了不起的商业领袖，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领袖就站在我们面前，但这种规模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我想，也许你们会说，美国也做得很好，是吧？但我不认为有很多人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宏伟的摩天大楼，比如我看到的那些塔楼，和8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8年前已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现在我看到的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塔楼，以及穆罕默德给我展示的一些展览，我所看到的都是令人惊叹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是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建筑设计。但我感觉我知道许多这些想法的来源，就坐在我面前的这个房间里，这些高楼大厦，以及所有这些不同的，我看过很多不同的高楼，我以为各种各样的高楼我都见过了。我刚刚经过了4个展厅，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所以这将会非常令人激动。他们身处一座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城市，周围环绕着古老的奇迹，这真是令人惊叹。利雅得不仅将成为政府所在地，还将成为全球主要的商业、文化和高科技中心。世界杯也来到这里了，强尼站起来一下，强尼，谢谢你。干得漂亮，强尼，干得漂亮！世界杯和世博会很快也会来到这里，就像世界杯将来到美国一样，明年将会非常令人激动。现在，1级方程式赛车的引擎在吉达的街道上轰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其他产业最近已经超过了石油产业，想想看，你们所有的其他产业现在都已经超过了石油。我不知道是否很多人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其他产业在沙特经济中占据了多数。好好想想，其他产业现在甚至比石油还大。石油一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是对你们以及合理利用经济发展的巨大致敬。在半岛的其他城市，比如迪拜、阿布扎比、多哈、马斯喀特，这些转变都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眼前，新一代的领导人正在超越过去那些令人厌倦的冲突和分歧，正在塑造一个由商业而非混乱定义的未来中东，一个出口技术而非恐怖主义的中东，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建设城市，而不是相互轰炸的未来。我们不希望那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应该注意到，这一伟大的转变并非来自西方的干涉主义者，
也不是那些乘坐漂亮飞机来给你们讲如何生活、如何管理自己事务的人。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的辉煌奇迹，不是那些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新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非营利组织创造的。他们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却无法成功发展喀布尔、巴格达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现代中东的诞生是这片区域的人民自己带来的，就是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他们发展自己的主权国家，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并以自己的方式规划自己的命运。你们所做的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最终，那些所谓的国家建设者破坏的国家，远远多于他们建设的国家。干涉主义者干预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他们教你们该怎么做，但他们自己却一无所知。和平、繁荣和进步，最终不是来自于对你们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来自于拥抱你们的民族传统，拥抱你们所珍视的传统。而且只有你们才能做到。你们以阿拉伯的方式创造了现代奇迹，这很好。今天，海湾国家已经向整个地区展示了一条通往安全有序的社会之路。这条道路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人自由的扩大，以及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增加的责任。经过几十年的冲突，我们终于可以实现我们之前几代人只能梦想的未来。一个和平、安全、和谐、充满机遇、创新和成就的中东，太美好了！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了。我想，在这里的人们可能都无法真正体会到，因为你们亲眼见证着这一切的发生。但如果你来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都没来过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一切更加不可思议。4年前，在我卸任时，你们目前所做的一切所取得的成就，当时似乎还遥不可及。我们一起消灭了伊斯兰国的杀手，彻底铲除了他们，并除掉了他们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巴格达迪。我们弥合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分歧，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团结了该区域各国，共同对抗所有文明的敌人。我们对伊朗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使其政权缺乏资金来资助恐怖主义。他们当时没有钱，什么也资助不了。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让他们得到了很多钱。你们也看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这笔钱花得不值，我们非常自豪地达成了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协议，所有的势头都指向和平，而且非常成功。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衷心希望，甚至梦想着沙特阿拉伯，一个我深为尊重的国家，尤其是在最近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你们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你们能够很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我认为这将是对贵国的一项巨大致敬，而且这将对中东的未来非常重要。我当初力推亚伯拉罕协议是冒了些风险的，但对加入的国家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拜登政府4年里毫无作为，不然我们早就促成更多国家加入了。沙特阿拉伯加入的那天，对中东乃至全世界来说都将是特别的一天。你们会给我以及所有为中东和平努力奋斗的人带来荣耀，我认为那将会是非凡的成就。当然，一切按你们的时间表来，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我相信这也会是你们所希望的。事情终将如此。我卸任时，阻碍该地区发挥其难以置信的潜力的唯一因素，仍然是一小撮流氓和暴力暴徒，他们不断地试图将中东拖回混乱、破坏
甚至是战争之中。不幸的是，上届美国政府没有对抗这些破坏性力量，反而选择资助他们，授权他们，并给予他们数十亿美元。顺便说一句，拜登政府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届政府。他们抛弃了我们最信任和长期的海湾合作伙伴，我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合作伙伴。无论我们看向哪里，他们都是我们最伟大、最棒的合作伙伴之一。但没有人比得上我面前的这位先生，他是你们最杰出的代表，最杰出的代表。如果我不喜欢他，我早就离开了。你们知道的，对吧？他很了解我，我的确很喜欢他，太喜欢他了，所以我们才付出了这么多，你知道吗？太多了，我太喜欢你了。很棒的人。拜登政府还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结果什么都没得到，还向该政权输送了数百亿美元，资助其在世界各地进行恐怖活动和杀戮，而他们还在嘲笑他，嘲笑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还在嘲笑。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从那以后，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包括资助了10月7日的大屠杀。那是中东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太可怕了。拜登将胡塞武装从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与此同时，导弹和无人机正向你们美丽的利雅得发射，还袭击了恰好在错误地点航行的船只。拜登政府的极度软弱和严重无能，破坏了和平进程，使地区局势不稳定，并使我们共同努力建立的一切都面临风险。当你们想到在这样一个相当敌对的不相信你们成就的政府环境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这使得你们的成就显得更加伟大。你们的成就更加伟大，你们知道这一点。但在我上任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我们已经迅速恢复了美国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现在，我们与该地区绝大多数寻求稳定与平静的人们合作。我们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对抗少数残余的混乱和恐怖势力。这些势力正在绑架数百万优秀人民的梦想。这些势力中最大、最具破坏性的就是伊朗政权。它在叙利亚、黎巴嫩、加沙、伊拉克、也门等的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在阿拉伯半岛上，你们所走的道路与伊朗湾对岸正在发生的灾难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想想看，他们想用那个名字命名海湾，我说他们不会让你们这么做的。你们介意我阻止他们吗？我阻止了，我们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当你们在吉达和迪拜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时，德黑兰1979年的地标性建筑却在坍塌成瓦砾和尘土。他们曾在一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下有过一段发展时期，但那些建筑现在大多都已破败不堪。在你们建造一些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基础设施项目、建筑以及各种前所未见的事物时，他们正在倒塌。伊朗数十年来的忽视和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频繁停电，每天持续数小时。你们一直都能听到相关消息。当你们的技术将干燥的沙漠变成肥沃的农田时，伊朗的领导人却将绿色的农田变成了干燥的沙漠。他们腐败的水资源，黑手党，我们就这么称呼它吧，造成了干旱和干涸的河床。他们变得富有，却不让人民得到任何好处。当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当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成为区域稳定和世界商业的支柱时，伊朗的领导人却专注于窃取人民的财富，资助恐怖主义和境外的流血冲突。最可悲的是，他们把整个地区都拖下了水。
为了维护在叙利亚摇摇欲坠的政权，伊朗的努力导致无数生命丧生。看看叙利亚发生的事情，在黎巴嫩，他们的真主党代理人掠夺了这个国家的希望。这个国家的首都贝鲁特曾经被称为中东的巴黎，你能想象吗？所有这些苦难以及更多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绝对可以避免。而且穆罕默德知道这一点。聪明人都知道，如果伊朗政权能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摧毁这个地区，那就好了。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谴责伊朗领导人过去造成的混乱，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条新的、更好的道路，通往一个更加美好、更有希望的未来。正如我多次表明的那样，我愿意结束过去的冲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创造一个更好、更稳定的世界。即使我们之间的分歧可能非常深刻，就像伊朗的情况一样，我从不相信会有永久的敌人。我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我不喜欢永远的敌人。但有时候，你需要敌人来完成工作，而且你必须把它做好。敌人能激励你。事实上，美国最亲密的一些朋友，是过去几代人我们与之交战过的国家，而现在，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我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如果我能和伊朗达成协议，我会非常高兴。如果我们能让你们的地区和世界变得更安全，但是如果伊朗领导人拒绝这一橄榄枝，继续攻击他们的邻国，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0。他们当时几乎已经破产，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们没有钱去搞恐怖活动，也没有钱给哈马斯或真主党。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本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但我们绝不允许美国及其盟友受到恐怖主义或核武器的威胁。选择权在他们手中。我们真心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一个美好、安全、伟大的国家，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存在。现在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正确时机，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等待，事情就在这里发生，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事情正在快速发生，所以他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无论如何，采取行动吧。正如我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和平缔造者和一个团结者。我不喜欢战争。顺便说一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们知道，在我的头4年里，我重建了我们的军队，把它重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你们也看到了，我只用了3周就击溃了伊斯兰国。人们之前说这要花4年、5年，我做到了，我们3周就做到了。就在几天前，我的政府成功促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停火协议，以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我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贸易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说，伙计们，拜托，我们来做个交易吧。我们做些贸易，我们不要交易核导弹，我们来交易你们制造的精美的东西。他们都有非常强大的领导人，非常强硬的领导人，优秀的领导人，聪明的领导人，然后一切冲突都停止了。希望情况能继续保持下去，但一切冲突已经停止。我为卢比奥和所有为此辛勤工作的人感到非常自豪。卢比奥，站起来，你做得太棒，谢谢你，万斯，卢比奥，整个团队都和你一起努力，你们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我认为他们相处得很好。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让他们聚一下，卢比奥一起出去吃顿美餐，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而且这本来可能会，你知道吗？
那场冲突一开始很小，但规模却日益扩大，可能已经导致数百万人丧生。我一直在不懈努力，以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怕的流血冲突。非常重要的是，本周晚些时候，可能在周四将在土耳其举行会谈。这些会谈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结果。我们的人将会去那里，马可也会去，其他人也会去。我们会看看我们是否能完成它。每周平均有5000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乌克兰士兵和俄罗斯士兵，他们不是美国人，但他们的灵魂，我认为，他们都是年轻而美丽的灵魂。他们离开父母，挥手告别，离开兄弟姐妹，说着再见，很快就会见面。然后他们就被炸成了碎片，平均每周有5000人死亡。该地区其他地方也有人死亡，但死亡人数之多是我们自2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我想要阻止这一切，我想要阻止这场战争。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如果我还是总统，它根本不会发生。如果我还是总统，10月7日的事情也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伊朗没有钱资助哈马斯或者其他任何组织，他们没钱顾及别人，他们要先顾好自己。他们没钱，我们通过禁运和制裁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石油出口。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沙特阿拉伯王国在促进乌克兰会谈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你们做的真的很棒，你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非常感谢。谢谢。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特别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真的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非常感谢，感谢你们。西方不应该把自己拖回欧洲的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应该停止杀戮，团结一致，组成一个无敌的团队，共同应对最大的长期威胁。把我们想象成一个无敌的团队，我是说，当你看到这里所取得的成就，停止愚蠢的行为，比这要简单得多。想想看，这是愚蠢的，你们所做的比这困难得多，而且作为美国总统，你们做的比任何人都出色。我的首选始终是和平与合作，只要能够实现这些结果，永远都是，只有傻瓜才会不这么想。近年来，太多美国总统都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审视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政策来审判他们的罪行。他们喜欢动用我们非常强大的军队，而现在我们的军队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我们刚刚批准了一项预算，1万亿美元，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高的军费预算，1万亿美元。而且我们正在获得最棒的导弹，最棒的武器。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做，但你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实力才能实现和平。你必须拥有实力，否则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但希望我们永远不必使用任何这些武器。如果你永远不打算使用它们，这似乎是极大的浪费。但希望我们永远不必使用它们，因为其中一些武器的破坏力是前所未见的。我相信神的工作是进行审判，而我的工作是保卫美国，并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根本利益。这正是我真正想做的。如果为了保卫美国或帮助保卫我们的盟友，我会毫不犹豫地使用美国的力量。对于任何试图伤害我们或我们盟友的敌人，我们绝不手软，我们不会有任何怜悯。他们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幸运。很多人认为他好像总想打仗，但问题却因此解决了。当他们真的相信你是认真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比任何国家都强大，没人能比。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我们不想使用它们。但是
如果你们威胁美国或我们的盟友，你们将面临压倒性的力量和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还有你们根本不知道也没听说过的东西，如果你们知道了，肯定会惊叹不已。最近几周，在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美国船只，和在红海的航行自由后，美国军方对胡塞武装发动了1100多次袭击，结果胡塞武装同意停止袭击。他们说我们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这也是你们第一次听到他们这么说，他们可不好对付，他们都是战士。但就在几天前，他们表示会停止以商业船只为目标，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袭击商业船只，也不会袭击任何与美国有关的东西。他们对我们停止军事行动感到非常高兴，但我们给了他们52天他们前所未见的雷霆打击。这是一次迅速、猛烈、果断且极其成功的军事力量运用。当然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他们击落船只，向你们开火，向沙特阿拉伯开火。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希望他们向沙特阿拉伯开火，所以我们狠狠地打击了他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1月20日以来，美国军方已经消灭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活动的83名恐怖组织头目，其中包括伊斯兰国的全球2号人物。你们最近应该看到了相关报道。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我们抓捕了在阿比盖尔机场袭击中对13名美国军人遇难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那次在阿富汗撤军期间发生的可怕的灾难，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去想这件事了。13人死亡，42人受重伤，但总共有数百人死亡，因为我把对方的人也算进去了。数百人因此丧生，完全是极度无能造成的。这可能就是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如果我是总统，他绝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是总统，也不会发生10月7日的大屠杀。如果我是总统，也不会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问题。如果我是总统，也不会有阿比盖尔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撤军。即便要撤军，我们也会体面地带着实力和力量撤军，但他们的撤军方式太糟糕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营救被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我们已经救回了很多，而且还会救回更多。这个周末，我们成功地促成了最后一名美国人质伊丹·亚历山大的获释，他几个小时前刚被释放。我们将继续努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太可怕了，所有文明人都必须谴责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暴行。如果你们有另一位总统，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如果我是总统，肯定不会发生。加沙人民应该拥有更好的未来，但是但只要他们的领导人继续为了政治目的而绑架、折磨和袭击无辜的男女老少，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加沙人民的遭遇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太可怕了。黎巴嫩在经历了多年的恐怖袭击后，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终于开始结束他们漫长的噩梦。我的一位朋友刚刚成为驻黎巴嫩的大使，他会做得非常棒。我说，你知道这可能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他说，我就出生在那里，我是黎巴嫩人，我热爱那个国家。我说，但这非常危险。你知道，这是我在纽约的朋友。我说，但这非常危险。你确定你想做吗？我从没想过他会是个战士，但他就是个战士。他热爱他的国家。他说，如果我受伤或牺牲，我是为了我热爱的国家而他在那里长大。黎巴嫩发生的那些事太可怕，但你们有了一位伟大的大使，我可以告诉你们，在黎巴嫩
这个长期以来遭受真主党及其资助者伊朗侵害的国家。新任总统和总理带来了几十年来与美国建立更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首次真正机会。我们将与他们的新任大使以及所有人合作。马可，我们将看看是否真的能帮助他们，让他们克服他们必须克服的重重困难。我的政府随时准备帮助黎巴嫩创造一个经济发展和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未来。黎巴嫩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医生、律师，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同样的，在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死亡的叙利亚，新政府有望成功稳定国家局势，维护和平。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叙利亚多年来饱受灾难、战争和杀戮之苦，因此本届政府已经率先采取措施，旨在恢复美国与叙利亚之间10多年来首次的正常关系。我很高兴地宣布，纳可·卢比奥部长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土耳其会见新任叙利亚外交部长。非常重要的是，在与王储讨论了叙利亚局势之后，还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总统。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中东地区一些我很尊重的朋友也希望我能给叙利亚一个变得伟大的机会，所以我将下令停止对叙利亚的制裁。这是我为王储所做的事情。制裁是残酷的，具有破坏性的，并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是他们大放异彩的时候了。我们正在取消所有制裁。我认为他们会基于我所听到的关于人民精神和其他一切，他们会做得很好。所以我说，祝叙利亚好运，希望他们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向我们展示一些特别的东西，好吗？他们会向我们展示一些特别的东西，非常好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做到，我的政府就会致力于和平交往，向所有真诚接受友谊的人伸出坚定而稳定的友谊之手。我们共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而我们仍处于中东人民，伟大的中东人民所期待的光明新时代的黎明。如果这个地区负责任的国家抓住这个机会，抛开分歧，专注于团结你们的利益，那么全人类很快就会对他们在这个世界地理中心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叹。这里确实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最伟大信仰的精神中心。1000年来，世界将首次不再把这个地区看作是一个充满动荡、冲突、战争和死亡的地方，而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土地，就像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这里是地球上文化和商业的十字路口，安全和稳定将使数百万人过上安全和成功的生活。该区域各国将可以自由地实现你们最高的命运，尊重你们引以为傲的历史，抓住惊人的新机遇，并将无上的荣耀带给全能的神。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慕名而来，从你们建设的城市、创立的企业、
发明的技术以及你们的公民心中所释放的美丽、才华和潜力中汲取灵感。你们每个人都将能够为你们留给孩子们的遗产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你们给予了他们繁荣与和平的终极福祉，这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们已经开启了美国的黄金时代。这是个黄金时代。我们看到数万亿美元涌入，数十万个工作岗位随之而来。在中东人民和在座各位以及整个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中东的黄金时代可以与我们并肩前行。我们将一起努力，我们将在一起，我们将一起成功，我们将一起获胜，我们永远都会是朋友。谢谢。穆罕默德，我再次感谢你邀请我。我作为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会一路支持你们。你们有着非常棒的未来，非常感谢。请代我向你的父亲致以敬意。非常感谢，谢谢。